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期视频想聊一聊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这也是我们评价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的第4期视频了。在前3期视频里，我们讨论了唯物主义、辩证法以及社会发展5阶段论。不过这期视频和以前有点区别。如果说前3期视频的主题多多少少来源于马克思本人的理论，那么这期视频的主题资本主义萌芽基本上和马克思没有任何关系，它完全是中国版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明创造。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指的是这样一种假说：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自身就存在资本主义萌芽，有着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潜力。在上一期视频，我们已经提到，马克思认为中国从来都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资本主义。但在20世纪中国历史学界，尤其是在毛泽东时代，探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是一个超级热门的话题，号称是史学界的5朵金花之一。在1939年《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这篇文章里，毛泽东有这样一个著名的论断：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不过当时毛泽东的看法对于整个中国社会还没有多大的影响力。1949年后，随着新政权的建立，党更加需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也实现大一统。中国从秦以来基本上都是君主专制的历史，尤其是从明代开始，在皇权制度设计中，皇帝既要掌握着最高的世俗权力，又得是道德楷模，还得是学术和思想的最高领袖，这样才能构建一种至上和全能的统治合法性。这其实是一种比政教合一更加糟糕的模式。毛时代也是如此。在当时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尤其是来自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对于毛的认同主要集中在军事和政治上，而对他的那些在学术和思想上的论断则不太服气。因此，通过政治运动建立思想领域的话语权就显得格外重要。而毛时代的政治运动也经常是从某个文艺作品开刀，从文化领域发动革命，再拓展到整个社会。1954年，2个年轻人李希凡、兰陵发表了批判红学家俞平伯的文章。文章认为，《红楼梦》反映了清朝已经具备了资本主义萌芽，处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前夜，而贾宝玉则是对封建制度不满和抗争的代表。文章里还引用了毛泽东的那句资本主义萌芽的论断。这2个年轻人发表的文章迅速得到了毛泽东的点赞和转发，人民日报、中宣部和文艺界迅速组织批判俞平伯的活动，而在历史学界，这场政治运动则引发了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历史学者们纷纷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展开论战。根据不完全统计，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史学界至少发表了200篇以上的讨论萌芽的文章。这些讨论虽然激烈，但都是在中国肯定有资本主义萌芽这个大框架下，争议的焦点仅限于萌芽出现在什么时期。由于这种讨论本身就是服务于政治，因而结论也是被限定了的。按照毛的说法，首先中国存在着资本主义萌芽，其次这个资本主义萌芽被外国资本主义打断了，也就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所以这个萌芽出现的时期必然要早于1840年，但又不能太早。假如认为早在唐宋时代就有资本主义萌芽了，那中国的资本主义就应该比欧洲还成熟了。因此，当时大多数人还是认为明清时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并且认为判断萌芽的核心标志就是是否存在自由雇佣关系。由于这个讨论本身就是受毛时代意识形态的推动，在改革开放后，对萌芽的讨论逐渐冷淡了下来。但中国的历史教科书还是沿用了这个说法。比如在人教版高中历史教材必修2的第2课古代手工业的进步，其中有一段讲到，明朝中后期，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江南一些手工业部门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学术界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清朝时，资本主义萌芽继续发展。在这段话下面的思考题里，教科书又说了，在明朝的苏州和杭州，一些人会购买织布机，雇佣多名工人组织生产，两者没有人身依附关系，而是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同时，这些机户又会将积累的资金投入再生产，这就是资本主义萌芽。教科书的这种解释给人的感觉就是，凡是有自由雇佣关系，就是资本主义萌芽。但这带来更多的疑问，难道明朝之前的中国就没有雇佣关系吗？实际上，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有了民营手工业和雇佣现象。比如《管子》一书中有不少是给齐桓公的治国建议，其中提到：丹砂之学不塞，则商贾不处；富者迷之，贫者为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要让矿洞堵塞，这样商业贸易就不会停滞，富人可以从中盈利，进行奢侈消费，穷人也可以就业。这说明当时能经营矿业的往往是富商大贾，而从事开采劳动的平民应该是雇工而非奴隶。也正是因为商人可以雇佣大量劳动力，与国家权力形成竞争关系，商君书就非常敌视商业和雇佣关系。在垦令篇里就提到，国家要禁止雇佣工，这样有钱的官员和家长就没办法雇人修建房屋。虽然官员不属于民营企业家，但他们和工人的关系却是雇佣而非强制关系。这说明了当时秦国地区存在使用雇工修建房屋的现象，当时的穷人充当佣工养家糊口是很常见的。还有一些学者试图用商品经济的发达来证明资本主义萌芽。这些学者强调明清时期中国商业规模有多么巨大，商人资本有多么活跃等等。在之前的视频里，我们已经介绍过这个观点了。比如北宋的都城东京在鼎盛时期就有超过100万人口，而16世纪前的伦敦却只有不到10万人。从商业的活跃程度和商业的规模这些外部特征来说，宋代开封城的商业应该说比起中世纪的欧洲还要更发达。这种繁华奢靡的气氛很好地反映在了《清明上河图》这幅著名的画作里。然而，这种繁荣却是皇权吸血的产物。《秦至2000年》这本书讲到，开封城在宋代始终维持着130万到150万人口，这包括了10到20万的驻军、皇室、贵族、官僚、官用工匠约10万人。他们的共性是都属于国家财政供养人员，这个群体是开封城消费的主力人群，而城内的其他百姓则主要靠给这些人提供服务来生活。除此之外，开封城没有任何其他的产业，一旦将吃财政饭的群体剥离，开封的繁华就会瞬间崩塌。而这个庞大的公务员群体之所以有巨大的消费能力，又是建立在对全国的盘剥和吸血之上。为了优先保障开封的安全，京城周边的百姓也经常成为首都的护城河。例如在宋仁宗时期，蔡河发洪水，为了避免开封被淹，朝廷组织军队和民工挖开河堤，将洪水引向开封西南。开封的商业主要由一系列官商控制，宋朝对官员经商比较宽容，因此开封市内行会控制者大多有官僚背景，或是权贵的亲戚，或是某个官员的代理人。正如秦晖所说，这些商人以及他们的关系户大多是依附于天然首长的权威，他们并非是以商人的身份，而是以统治者的姿态对人民进行勒索的。由于当时的盐、铁、茶、酒、采矿等产业都时常处于官府垄断之中，官商们可以利用权力组织徭役化生产，或者强制性配售，完全不受价值规律的调节。他们提供的产品价格更高，质量更差，但因为民众没有选择权，所以只能接受。这种经济增长本质上是变相的赋税，而没有多少市场经济的成分。开封城与周边地区是一种掠夺和抢劫的关系。与宋代开封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世纪后期的英国尽管在城市规模上小于开封，
但城市和乡村却可以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现代化第一基时这本书就讲到了，当时英国的农村劳动者为城市提供稳定的粮食和农副产品，促进了城市的手工业，这也为农村人口提供了就业机会，使得相当大一部分劳动力脱离农村到城市从事工商业活动，农村养育了城市，城市为农村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这种良性循环使英国成为资本主义的发源地之一，最终形成了以伦敦地区的商人为基础的全国性市场。而英国之所以能够在中世纪晚期形成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出现城市掠夺农民的局面，源于英国在很早就实现了对王权的制约，尤其是13世纪后，英国平民及代议机构逐渐掌握了对王室财政的监督权。到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议会的抗议权通常是和议会在财政上的权威联系在一起的，成为了制约王权的一项有力的政治武器。因此，即使宋代的开封城经济规模100倍于伦敦，它也不能说明中国有商品经济。中国古代的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并不在于谁的规模更大、更复杂，也不在于商人的多少，而在于整个经济是受到市场机制和还是权力机制的支配。我们上面总结了几种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证明思路，应该说这些思路都是失败的。他们的问题在于将资本主义的一些必要条件当作中国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充分证据。不过还有一种证明思路值得重点提一下，那就是从思想和文化领域的突破来论证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已经到了资本主义的前夜。这一派的典型代表是侯外庐。侯外庐是与郭沫若等人齐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认为资本主义萌芽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经济现象，它必然会反映在一个社会的文化思潮中，正如欧洲资本主义的崛起伴随的是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潮。因此，侯外庐就把眼光集中在了寻找明清时期的启蒙思想，最终找到了李治、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几位明清之际的思想家。侯外庐将他们视为市民阶级思想启蒙运动的代表，认为他们反映了进步的资产阶级先辈的先进思想。中国的历史教材也有这种观点的痕迹。在人教版高中历史教材必修3的第4课，先是讲到了李治。李治批判存天理，灭人欲，认为人不能脱离基本的物质需要而空谈仁义道德。李治还肯定了工商业者逐利的正当性，对商人表示同情和赞美，驳斥那些贬低商人的传统观念。教科书认为这些都是资本主义萌芽的证据。接着，课本讲到了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批判，说黄宗羲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主张限制军权。客观来说，李治和黄宗羲在当时的环境下有这样的认识是很不容易的，但说这是资本主义萌芽就非常牵强了。在中国历史上，他们的观点其实都不是首次出现的。比如李治讲人追求私人利益是合理的，墨子和韩非子也都讲过类似的话。李治批评存天理灭人欲，道家也同样批评这一点。至于李治推崇工商业，欣赏商人，厌倦做官，在中国历史上就更多了。比如宋代的陆游就曾经写诗，对比了读书人和商人的命运，认为宦海生涯的险恶不如商人自由自在的快乐。南齐书卷4记载了将要做新君的萧昭业认为，生在帝王家还要当皇帝是大罪，不如做个快乐的市井商人。这些想法虽然与儒家思想有冲突，但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直存在的。再来说说黄宗羲。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批判虽然很尖锐，但这种声音也并非明清之际才出现的。比如早在东晋时期，鲍敬言在《无君论》中就指出皇权四库自欲，图割天下。杜牧在《阿房宫赋》说到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晚唐时，吴能子从道家思想出发，批评帝王专权使人民有倒悬之苦，提出圣人祸害天下的观点。明末的唐真宣称，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
自秦汉以来，对皇权否定的声音从来都不缺少，尤其是每到王朝的末年，批判君主专制的声音就格外多一些。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有某种走出专制的萌芽。另外多说一句，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观点与民主思想也没什么关系，以后会专门做一期视频讨论，这里先挖个坑。到这里，我们已经大致说明了萌芽说的问题。其实，中国学者之所以热衷于证明有萌芽，并不仅仅是由于毛泽东的个人见解，而是源于整个社会长期以来的普遍认识。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不仅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认同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相信，即使没有外力影响，中国自身也能逐渐发展出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这当然是出于一种民族自尊心的考虑。直到今天，我们也能看到中国互联网上经常讨论满清入关让明朝出现了大倒退，打断了中国走向近代社会的进程。但即使没有满清的入侵，李自成和张献忠也足以彻底消灭江南地区的那点萌芽。总之，中国历史不可能在没有外力作用的情况下走出轮回，但问题在于，当时的学者对于借助外力这件事格外的敏感，似乎一旦需要借助外力，就说明自己不行。在2022年这期视频里，我曾经说过，世界各国的变革几乎都可以说是受外力影响的。比如美国独立战争就受到了法国的大力支持，法国大革命与法国人民受英国启蒙思想的影响有关。欧洲国家近代的发展本身就是各国之间互相影响和促进的产物，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发展是缺乏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实际上，对于民族精神的纯洁性和所谓独立自主的执念，本身就是一种封闭保守的排外心理。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隔绝，但与现代社会的距离也恰好是最遥远的。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吧，再次推荐大家去看我的前几期评价马克思哲学的视频。如果你需要本期视频的文字稿，可以加入我的基础会员。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个人的困惑想找我咨询，请联系我的邮箱，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历史与社会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